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今天兜兜为大家带来的是海神唐三与天使神千仞雪和罗刹神比比东的大战。这场大战发生在嘉陵关。嘉陵关的地理位置对武魂帝国来说很重要。当初唐昊和唐三父子俩在嘉陵关与武魂帝国强者那一战，将整个斗罗大陆的局面扭转了过来。不过因为唐三在这场战斗结束后，马上又去完成自己的海神9考，所以天斗帝国并没有继续攻打嘉陵关，而是开始驻扎在嘉陵关外，准备打持久战。而武魂殿这边也因为二更凤金鳄斗罗将比比东赶走，然后又被唐昊打怕了，所以他也没有对天斗帝国和新罗帝国发起战争，他要为千仞雪守好武魂帝国的权利。千道流也告诉了他，千仞雪有80%的可能可以成功继承天使神，所以他只要守好嘉陵关，等着成为天使神的千仞雪到来就好。终于等到了千仞雪来嘉陵关，武魂帝国整装待发，准备向天斗帝国发起战争。就在天斗帝国众多强者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唐三在最后一刻出现了。唐三的出现瞬间又改变了战场上的局面，天使神自有海神对付，而剩下那些武魂帝国的封号斗罗对天斗帝国的强者来说并不难对付。千仞雪立马改变策略，让金鳄斗罗收兵回城，死守嘉陵关。他们只能凭借固守嘉陵关，抵挡天斗帝国的100万雄师。唐三和千仞雪都很清楚，这场战斗的胜负关键在他们两个之中，两个神的领域以及神念分别笼罩着自己这一方的士兵。千仞雪虽然比唐三成神早1个月，但他的根基打得并不稳，实力上也逊唐三一筹。在双方的神念领域比拼之中，千仞雪率先掏出自己的天使圣剑。千仞雪的这个举动已经承认了自身实力的不足，他在自己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失败的种子。两人将战斗地点选在了万米以上的高空之中。神与神之间的战斗，如果在人类大军面前进行，那对于人类来说将会是毁灭性的损伤。唐三告诉千仞雪，就算他想要和唐三同归于尽，这场战争武魂帝国最终的结果也是必败无疑，因为他的伙伴们都已经到了封号斗罗的级别，更是有2个已经突破到了95级以上。武魂帝国不管是在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还是人数上都是不占任何优势的。唐三的话让千仞雪觉得十分屈辱，他发动天使神力，蓄力准备攻击唐三。这时候唐三又说，他们的战斗地点是万米高空，距离太阳越近越适合千仞雪吸收太阳真火的力量作战，而他既然敢来这里和他战斗，就有必胜的把握。战场放在对千仞雪最优势的地方，才能让千仞雪输得心服口服。唐三的这一席话让千仞雪生气的不得了，他用天使圣剑对着唐三发出了自己全力以赴的一击。在高空中，身为天使神的千仞雪可以借助太阳真火，看起来好像对唐三十分不利，但唐三的海神8翼是八蛛毛进化来的，在唐三成神之前，他的八蛛毛品质就已经远远高于天使神装的任何一块魂骨。虽然天使神装是一整套的，但千仞雪是在进行传承的过程中才逐一和身体进行融合，而唐三所有的魂骨品质都超过了10万年，经过海神之力进化的海神神装在整体上是胜过天使神装的。千仞雪这一击击中的是一个用水元素组成的唐三，而真正的唐三强行切断了千仞雪的神念锁定，正优雅的在千米之外看着千仞雪的笑话。唐三正式向千仞雪发动攻击，黄金13级中的第3式一去不返。唐三的这一击让千仞雪意识到自己刚刚又上了他的当，因为唐三的话，千仞雪那一击并没有达到神力最巅峰，而唐三的一去不返明显是蓄力完毕全力爆发的攻击。这一击千仞雪只能硬接下来，但在他接下这一击后，竟然又有一股恐怖的能量再次传来。这种一击接着一击的攻击正是海神神力的特色，叠浪神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重重叠叠无穷无尽。海神3叉戟带着一去不返接连9重的攻击冲击着千仞雪，在最后一重神力爆发的时候，千仞雪已经被震飞到千米之外。这一击导致千仞雪的天使神装都有所松动，他强行将到了嘴边的一口鲜血咽了回去。而唐三因为这一击用出了全力，需要时间回力，并没有贸然追击千仞雪。千仞雪疯狂地吸收太阳真火之力恢复，唐三也在这万米高空之中吸收大海中的能量。因为八蛛毛的原因，所以在高空之中并不影响唐三吸收大海之力。千仞雪为了对抗唐三，不惜冒着随时有可能被太阳真火抹杀的危险，超负荷的吸收来自太阳的能量。面对这么疯狂的千仞雪，唐三将自己防御的固若金汤。一旦千仞雪想要跟他同归于尽，他就可以早一步避开，不给他任何机会。千仞雪也很清楚唐三的打算，但他非常的无力。唐三的恢复能力、防御力、持续战斗能力都要比他更强，而且每一次唐三都凭借着比他强的神念做出预判。无定风波每次都在最关键的时候化解千仞雪的攻击。嘉陵关中独孤博的剧毒快速的蔓延着，很快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嘉陵关城内50多万人的性命。为了尽快结束战斗，让事情尽早解决，避免不必要的杀戮，唐三将全部海神神力都凝
凝聚在自身之上发动攻击。这一刻，海神和天使神都是用最本源的神力进行战斗。唐三凭借着自己比千仞雪丰富的经验，很快就将海神三叉戟刺入天使之翼的根部，再往后将天使神装的铠甲拉开了一个大口子。面对唐三的紧追，千仞雪使出了自己的拼命一击。他从唐三的炸环得到的灵感，将天使神力和神装完全炸开。破碎的天使神装形成的太阳真火之力，在空中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天使形象。他将所有的天使神力完全凝聚在了破碎的天使神装之中。这全力一击之后，千仞雪的实力将锐减9成，而且在3天之内，他的实力都只能在1成的状态，可以说是不成功便成仁。这个时候，如果唐三还不放弃攻击，千仞雪会死在他的手上，但唐三也很有可能会跟他同归于尽。千仞雪将自己所有的力量灌注在神念之中，命令嘉陵关武魂帝国所属放弃嘉陵关，并且撤退。说完，千仞雪就等着唐三对他的攻击。面对千仞雪疯狂的反击，唐三当然不会正面去挡，他使出了海神三叉戟13式的最后一式，重创千仞雪。千仞雪从外面高空坠落，天使神装也不在了。但就在他抱着必死的信念时，身体却被自爆的金鳄斗罗发出的力量拖了一下。金鳄斗罗牺牲了自己，也将千仞雪必死的信念打消了。这一刻，千仞雪想着，就算是为了金鳄斗罗，他也不能就这么死了。落在嘉陵关城墙的千仞雪带着武魂殿剩下的几个供奉逃跑，而追过来的唐三朝逃跑的千仞雪发动了千载空幽。唐三的这一击被武魂殿的4供奉和5供奉两兄弟自爆挡住了一下，给千仞雪争取了一定的时间。唐三原本打算追上去杀了千仞雪，但他看到嘉陵关内毒斗罗的剧毒快控制不住了，便暂时放弃了对千仞雪的追杀。唐三解决完嘉陵关的剧毒，便离开想要追上千仞雪，但追了一会儿之后，他发现自己留在千仞雪身上的神念消失了。这个时候，唐三的心里有一种纵虎归山的感觉，他不死心的再次用神念搜寻了1个时辰，却什么也没发现。唐三想着，就算千仞雪伤好出现，自己也能再次打败他，便放弃了寻找千仞雪，重返嘉陵关。就在所有人以为局面已定，非常高兴的时候，3天后，千仞雪再次卷土重来，但这一次来的并不只是千仞雪，还有已经成为罗刹神、一身紫色铠甲的比比东。此时的比比东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高贵角色，成为罗刹神的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只有浓郁强烈的邪恶之气。比比东青色的脸和紫色的铠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神级铠甲上带着一层邪恶味道的紫气，背部两侧各自延伸出4柄巨大的镰刀。用青面獠牙来形容这个从前角色的教皇，现在的罗刹神一点也不过分。比比东为了罗刹神的传承，整整用了20年的时间。3天前，唐三和千仞雪大战时，比比东就已经来了，但却来晚了一步，也是他将受伤的千仞雪救了下来，躲开了唐三的追杀。这3天里，千仞雪的伤势也已经完全好了。面对唐三，这对母女俩有着绝对的把握。比比东的出现也让唐三这个当事人十分的后悔，后悔当初因为千仞雪天使神的实力忽略了比比东这个教皇，更后悔当初应该先杀了千仞雪，再去收拾嘉陵关的局面。面对天使神和罗刹神，随便哪一个，唐三都有一定的把握，但面对2个神，唐三心里是十分没底的。但这个时候，后悔已经没用了，在他的身后是无数的亲朋好友以及天斗帝国的军队，他只能迎难而上。唐三率先向千仞雪发起攻击，他对千仞雪的能力很熟悉，又战胜过千仞雪。就在唐三出现在千仞雪面前的时候，比比东也出现在了唐三的背后，但唐三却突然停下，他身上的海神神装炸开，瞬间他的本体铠甲与海神三叉戟3合为一，又化成了巨大的海神三叉戟，迎上了比比东的攻击。海神三叉戟正好融入到比比东向唐三攻击的紫色镰刀巨刃当中，黄金三叉戟一圈一转，巨大的紫色镰刀光刃就像是他发出的攻击一样斩向了千仞雪。已经防御好的千仞雪被比比东的攻击轰飞，看着受伤的千仞雪，唐三非常惊讶，他没想到比比东的实力这么强。在和比比东交手中，唐三发现比比东紫色镰刀上的力量并不比他强，但是其中蕴含的邪恶念头却在交手碰撞之中不断冲击着他的神念，让他觉得非常的难受。海神神力中附带的光明神力并不足以抵挡罗刹神特殊的邪恶。到了这个时候，唐三只能使出全力，不再有任何的保留。他使出全力向受伤的千仞雪发起攻击。千仞雪看着唐三非常生气，他再次使用3天前的太阳天使，但他却并没有攻击唐三，而是将天使神力和神装破碎形成的太阳真火之力凝固在自己的身前，强行挡住了唐三的去路。唐三万万没想到千仞雪急了起来，竟然会在如此有优势的情况下再次耗费自身本源之力，只为了挡住他。千仞雪这个行为太过突然，完全不给唐三任何反应的时间。比比东抓住这个好机会，将手中的巨大镰刀和背后的镰刀融合，化为一柄通体黑紫色魔纹
魂盘旋的罗刹魔莲直奔唐三背部。面对这个近乎绝杀的不利局面，唐三将自己的全部10个魂环炸开，大须弥锤的炸环也被他以神级的力量用了出来，黄金13级13合一，在唐三身体周围爆炸开来。唐三整个人的身体，包括海神神装在内，全部炸开。海神的黄昏瞄准他面前千仞雪的太阳天使，但这一击却并没有攻击到千仞雪的身上，因为比比东的罗刹魔莲也来到了唐三的背后。唐三的海神8翼被罗刹魔莲恐怖的邪力搅得粉碎，因为唐三的攻击力都在千仞雪这边。面对比比东的全力一击，他能做的是尽可能的避开了心脏要害。罗刹魔莲从他右背部刺入，穿透他的身体与胸前的铠甲，从右胸前突出。这一击让唐三无法保持身体的稳定，海神的黄昏使歪了，千仞雪的命保住了，不过千仞雪的左臂却消失不见了。比比东将陷入昏迷的千仞雪扯了回来。罗刹神的力量是邪恶的，他无法治疗千仞雪，只能让千仞雪自行恢复。在比比东再次对唐三发起攻击的时候，唐三的双手同时抓在了胸前突出的罗刹魔莲之上，他的神念和残余的神力凝聚在自己的双手之上，强顶着不让罗刹魔莲上的邪恶神力爆发出来。唐三握着罗刹魔莲，一点一点地将它从自己的胸口处往外抽。下方的唐昊怒极攻心，将全部的能量都爆发在大须弥锤的炸环中，朝比比东飞去。同时，剑斗罗陈心和古斗罗古龙在宁风致的全力增幅下也飞了出去。比比东在迎上唐昊炸环之下，已经十分接近神的实力的一击。他控制着唐三身上罗刹魔莲的神念瞬间出现了波动。唐三趁着这个机会，立即将罗刹魔莲从胸口拔了出来。比比东再次发起攻击，唐三手中的罗刹魔莲突然爆裂。此时的唐三魂力实在太脆弱了，根本无法抵挡比比东的攻击，他的身体直接向下坠落。而剑斗罗身剑合一，这一剑是剑斗罗有史以来最巅峰的一击。古斗罗庞大的身体也直接朝比比东撞了过去，他们将自己全部的魂力、生命力都爆发在这一击之中。比比东朝剑斗罗和古斗罗攻击时，受重伤的唐三十分生气，将自己凝聚的神魂之力直击比比东。这一击比比东无法闪躲。唐三虽然用最后的力量攻击比比东，但比比东的9笔魔莲已经迎上了剑斗罗和古斗罗。人和神的差距太大，剑斗罗和古斗罗死在了嘉陵关，不过他们并没有白死。虽然他们的攻击没给比比东带来任何伤害，但面对他们的全力一击，比比东还是要分神控制9笔魔莲。而唐三一直以来最强的便是他的精神力，哪怕是成为海神之后，唐三最强的也依旧是他的神魂之力。这凝聚唐三毫无保留的全部神魂之力的攻击，让处于全盛状态的比比东也吃了大亏。这一击甚至比先前唐三的海神黄昏破开太阳天使那一击还要强横，也是这一击让比比东罗刹神装脱落消失不见，整个人的身体剧烈颤抖，七窍之中更是紫血狂喷。不过唐三的情况更加糟糕，他再也无法控制半分自己的实力，朝着嘉陵关的方向坠落而去。这时控制住自己身体的比比东追上了唐三，将唐三金色的心脏从他的身体中抓了出来，随后在空中爆开。而唐三失去心脏的尸体被吃下金香肠的奥斯卡接住了。比比东的身体在唐三那一击之下受了重伤，将唐三心脏捏爆之后的他给了天斗帝国3天时间准备投降，随后便带着千仞雪和胡列娜消失了。史莱克七怪以及唐昊和玉小刚等人沉浸在失去唐三的悲痛之中，宁风致更是瞬间像老了10岁一样。在这场战斗中，我最心痛的就是剑斗罗、古斗罗和宁风致，因为知道唐三是会复活的，但那个宠着宁荣荣的剑斗罗和古斗罗再也回不来了。海神唐三陨落，今天兜兜就讲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兜兜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